当前比特币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一边美国比特币 ETF 资金还在源源不断涌入，8月28日单日流入就有 1.78 亿美元，累计流入已经超过540亿美元。日本的上市公司 Metaplanet 刚刚批准了 8.8 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其中 8.37 亿美元要用来买比特币。但另一边，比特币价格从月内高点 12.4 万美元跌到了现在的 10.8 万美元附近，跌幅超过 10%， 技术指标显示动能明显转弱，市场情绪也从贪婪转向恐惧。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机构资金托底下的技术性回调，还是多头趋势即将逆转的警告信号？今天让我们从多个维度深度解析这个问题。我们的分析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我们来看市场上正在拉扯的5大张力点，每一个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的关键变量。然后我们分别从看涨和看跌2个角度系统梳理当前的逻辑支撑。接下来我们给出一个中立的判断框架，告诉大家在不同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最后我们从交易员的角度总结整个分析，给出具体的操作思路。好了，我们正式开始。先看证据，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的资金流入依然强劲，8月28日单日净流入 1.78 亿美元，显示机构需求并没有枯竭。同时，日本的 Metaplanet 公司刚刚通过了一个大手笔的比特币采购计划。从看多的角度，这说明大资金、长线资金对比特币的配置需求是持续的。这种机构化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但从看空的角度，单日资金流入虽然不错，但我们也看到了超过 3.5 亿美元的长仓被强制平仓，这说明杠杆资金和机构资金在博弈，而杠杆平仓的冲击往往更加立竿见影。所以说，机构在建仓，散户在爆仓，关键是谁的节奏更快。8月22日，鲍威尔讲话后，市场对9月份降息的预期大幅上升。降息预期通常对比特币这类风险资产有利，因为它降低了无风险收益率。看多者认为，美联储政策转向宽松，加上美元走弱，为比特币提供了宏观支撑。历史上看，流动性宽松周期往往伴随着比特币的牛市。看空者则担心，通胀数据显示，核心 PCE 仍然在 2.9%， 高于央行 2% 的目标。如果通胀重新抬头，美联储可能被迫重新收紧政策，那对风险资产来说就是噩梦。所以说，央行的每一个暗示都在为风险资产的命运投票。从技术角度看，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价格虽然还在200日均线 10.1 万美元之上保持长期趋势，但已经跌破了50日均线 11.6 万美元和10日均线 11.2 万美元。看多者强调，只要200日均线不破，长期上升趋势就还在，而且历史上比特币的回调往往是买入机会。看空者指出， MACD 指标已经转负且在扩大， RSI 只有 37.8， 说明下跌动能还没有充分释放。更重要的是，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在 11.3 万美元，高于当前价位，显示分配压力仍然存在。所以说，技术指标就像市场的体温计，现在显示的是发烧，但还没到病危。链上数据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MV/RV 比率约为 39%， 意味着市场整体还有利润，但并没有到极度贪婪的水平。已实现亏损约为负 0.6%， 说明抛售压力相对温和。从看多角度，这些数据表明市场并没有出现恐慌性抛售，大部分持币者依然盈利，这为价格提供了支撑。从看空角度，当前的 MV/RV 水平仍有下降空间。历史上深度回调时，这个指标会跌到更低水平，而且交易所余额的变化显示，大户资金在向交易所转移，可能预示着抛售压力。所以说，链上数据是市场的 X 光片，现在显示的是内伤，而不是外伤。最近一周，美国对多个国家的关税政策有所升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加剧。同时，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争议也在发酵。看多者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的政治化会推动资金寻求避险替代品，比特币作为数字黄金的属性会得到强化。看空者担心，地缘政治风险往往伴随着风险资产的抛售，投资者会优先保护流动性，比特币作为风险资产可能首当其冲。所以说，乱世黄金还是乱世现金，这是比特币面临的终极考验。这5大张力点每一个都在影响着比特币的方向。那么现在我们来系统分析一下看涨的逻辑，你觉得这5个张力点中哪一个对比特币的影响最大？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现在我们来看看支撑比特币上涨的核心逻辑。首先是结构性需求的不可逆转性。
机构化进程一旦启动，就很难停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 ETF 资金流入，还有企业财务储备配置、退休基金的考虑配置，甚至一些国家在讨论战略储备。这种需求的特点是持续性强，价格敏感度低。想象一下，当一个企业决定把5%的现金储备配置到比特币时，它不会因为短期波动就改变策略。这种资金的特征是买入并持有，与之前的投机资金完全不同。其次是供给侧的根本性约束。比特币的发行机制是程序化的，不会因为需求增加而增发。当前流通量已经接近1991万枚，距离2100万枚的上限越来越近。每4年一次的减半机制让新增供应量持续下降。这种供给刚性在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几乎是必然的。就像土地总量固定，但人口在增长，房价的长期趋势是确定的。第三是宏观环境的潜在支撑。全球央行的印钞游戏并没有结束，美联储虽然暂时停止了量化宽松，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重新启动宽松政策只是时间问题。而一旦流动性重新泛滥，比特币作为稀缺资产的价值就会重新被认识。更重要的是，法币体系的信用风险在上升，无论是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还是欧洲的银行业问题，都在推动人们寻找替代性资产。最后是网络效应和生态成熟。比特币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已经经过了15年的考验。与此同时，围绕比特币的金融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从托管到借贷，从支付到结算，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形成。这种网络效应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自我强化特征，就像互联网协议一样，先发优势和网络外部性会让领先者越来越强。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回调更像是长期上升趋势中的技术性调整，为新一轮上攻积蓄能量。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看比特币面临的下行压力。首先是动能的明显转弱，从技术指标看 ，MACD 已经转负且在扩大，这表明下跌动能正在加强。RSI 只有37.8，虽然还没到超卖区域，但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弱势。更重要的是，价格已经跌破了多条重要均线，短期和中期趋势都出现了恶化。动能转弱往往是趋势转折的先行指标。当技术指标开始恶化时，即使基本面依然良好，价格也可能继续下跌。其次是杠杆结构的脆弱性。最近的强制平仓事件显示，市场上存在大量杠杆多头。当价格下跌时，这些杠杆仓位被迫平仓，形成了负反馈循环。永续合约的资金费率变化也显示，多头的成本在上升。杠杆的问题在于，它会放大市场的波动，上涨时推波助澜，下跌时雪上加霜。现在杠杆多头的集中平仓可能会让价格下跌的幅度超出基本面的支撑。第三是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市场预期美联储会降息，但通胀数据依然顽固。如果通胀重新抬头，美联储可能被迫维持紧缩政策，那对所有风险资产都是利空。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明朗。欧洲经济疲软，中国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美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疲软信号。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会下降，资金会从风险资产流向安全资产。第四是监管风险的潜在冲击。虽然美国已经批准了比特币 ETF， 但全球监管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对加密货币的态度依然强硬，任何负面的监管消息都可能引发抛售。监管风险的特点是突发性强，影响面广，即使是一个小国的监管政策变化，也可能在全球市场引发连锁反应。最后是市场结构的演变。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增加，比特币与传统风险资产的相关性在上升。这意味着，当股市下跌时，比特币也可能跟随下跌，而不是表现出避险资产的特征。这种结构性变化削弱了比特币的独立性，让它更容易受到宏观情绪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回调可能不仅仅是技术性调整，而是多重压力下的趋势性下跌的开始。分析了多空两面的逻辑，现在我们给出一个相对中立的判断框架。核心观点：结构性上涨趋势未变，但短期调整空间较大。首先明确一个判断基准，比特币目前的价格约 10.8 万美元，距离200日均线约 10.1 万美元，只有不到 7% 的缓冲。
这条线是多空力量的重要分界点。如果价格守住10万美元一带，那么我们倾向于将当前回调定义为长期上升趋势中的技术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可能在10万到11.6万美元之间震荡整理，为下一轮上攻积蓄动能。关键触发条件是 ETF 资金流入保持稳定，链上数据显示抛售压力缓解，技术指标开始修复。一旦价格重新站上11.6万美元的50日均线，并且伴随着成交量放大，那么继续看高一线的概率会显著增加。如果价格跌破10万美元关口，那么调整的幅度和时间都可能超出预期。下一个重要支撑位在9万到9.5万美元一带，对应着更长周期的技术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整个上升趋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要观察机构资金的态度变化、监管环境的变化以及宏观经济的变化。中期来看，关键变量是宏观流动性的方向。如果美联储确实在9月份开始降息，并且后续保持宽松的政策基调，那么为比特币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短期有调整，中期看高的逻辑依然成立。但如果通胀重新抬头，迫使美联储保持紧缩政策，那么所有风险资产都会面临压力。比特币作为风险谱系中的高风险品种，调整的幅度可能会更大。操作节奏上，建议采取分层策略。对于长期投资者，当前的回调提供了不错的配置机会，但建议分批建仓，不要一次性投入。对于短线交易者，建议等待明确的技术信号再进场，向上突破11.6万美元或向下跌破10万美元，都可能开启新的趋势。对于风险厌恶者，建议等待调整结束的确认信号，比如价格重新站上主要均线、成交量配合、技术指标修复等。风险管理上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第一，控制仓位。在趋势不明朗的时候，任何单一资产的仓位都不应该过重。第二，设置止损，无论是看多还是看空，都要有明确的止损位，避免情绪化操作。第三，关注流动性，在市场波动加剧的时候，流动性可能迅速恶化，要为此做好准备。总的来说，我们对比特币的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短期需要谨慎应对当前的调整。你觉得比特币会守住10万美元这个关键位置吗？你的判断逻辑是什么？我们需要把前面的分析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框架。首先明确当前的市场结构，比特币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变盘点，长期趋势依然向上，但短期和中期动能明显转弱。这种结构决定了我们的操作思路，不能盲目看空长期趋势，但也不能忽视短期调整的风险。具体的仓位管理策略，对于已经持有比特币的投资者，建议采取部分对冲策略，可以通过期权或者期货进行风险对冲，保护30%到50%的仓位，这样既不会错过潜在的反弹机会，也能在进一步下跌时限制损失。对于空仓的投资者，不建议现在重仓进场，可以考虑分批建仓，但总仓位控制在计划仓位的50%以内，等待更明确的技术信号或者更有利的价格位置。关键的交易触发条件：做多信号，日线收盘价重新站上11.6万美元的50日均线，并且伴随成交量放大， MACD 指标开始修复， RSI 回升至50以上，同时需要 ETF 资金流入保持稳定。做空信号，日线收盘价跌破10.1万美元的200日均线，并且伴随成交量放大， MACD 指标进一步恶化， RSI 跌破30，进入超卖区间。风险控制清单，第一条，永远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比特币的波动性很大，任何时候的仓位都不应该超过总资产的一定比例。第二条，严格执行止损，设定明确的止损位，比如跌破200日均线就止损，不要心存侥幸。第三条，关注宏观环境的变化，美联储政策、通胀数据、地缘政治事件都可能对比特币产生重大影响。第四条，注意流动性风险，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时候，买卖价差可能扩大，执行成本上升。第五条，避免情绪化交易，无论是恐惧还是贪婪，都会影响判断。坚持基于数据和逻辑的决策。具体的操作技巧，使用 ATR 平均真实波动范围来设置止损位。当前比特币的 ATR 约为3200美元，
建议止损距离至少为1到1.5倍 ATR。分批建仓和减仓，不要试图抓住最高点或最低点，而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分批操作。利用期权工具进行风险管理，买入看跌期权可以为多头仓位提供保险，买入看涨期权可以为空头仓位提供保险。最后，强调几个重要的心理准备。比特币是一个高波动性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是常态，投资者需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市场永远是不确定的，任何分析都可能出错，保持谦逊和学习的心态，及时调整策略。长期和短期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需要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策略。记住，交易不是预测游戏，而是概率游戏。我们要做的是在概率对我们有利的时候下注，在概率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控制风险。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分析。多头逻辑，机构化进程不可逆转，供给刚性约束，宏观环境潜在支撑，网络效应持续强化。长期来看，结构性上升，趋势未变。空头逻辑，技术动能转弱，杠杆结构脆弱，宏观不确定性增加，监管风险犹存，短期调整空间较大。中立判断，10万美元是关键分水岭，守住了就是技术性调整，破了就是趋势性回调。执行策略，分层管理，等待确认，严控风险。我个人的倾向是基于报告的综合分析，即持有但要加强风险管理，不建议现在大举加仓，但也不建议恐慌性离场。如果你想获得我们完整的分析报告，包括详细的技术指标分析、链上数据解读以及具体的交易策略，请查看视频简介和置顶评论中的链接。最后，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认为比特币的机构化进程会如何影响它的价格特征？它还会保持之前那种极端的波动性吗？第二个问题，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你觉得比特币更像是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这种定位会如何影响它的表现？第三个问题，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在享受比特币长期收益的同时，管理好短期波动的风险？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一起交流讨论。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期再见。